1600年，在伊豆半島東海岸的岡代突然出現了一艘奇形怪狀的西洋船。岡代領主建部央海急忙趕來查看情況，他帶了一隊日本武士上船檢查，發現其中異常的淒慘，船艙中竟是餓死的船員。此時，一個活人嘗試逃跑，被武士抓住之後，直接就暈倒了。看來這艘船暫時是不會對領地有任何的威脅，只是不知道這群西洋人為什麼會來到日本。於是建部央海決定將活着的船員都帶到城內去詢問情況。此時日本的情況本身也十分緊張，以德川家康為原型的關東實際統治者吉井胡勇正在訪問大阪城，他是來參加包含自己在內的五大佬的會議。世間傳言，身居大阪城的日本權力者們將要乘着這次機會暗殺他。即使沒有這種風險呢，五大佬之間的權力鬥爭也一樣會充滿緊張。所謂五大佬，是統一天下的已故太閣在去年臨死之前安排的權力平衡系統，希望以此給他年幼的繼承人八重千代創造平衡諸侯的機會。太閣和八重千代的原型當然是豐臣秀吉和豐臣秀賴。然而在吉井胡勇到達之前，以石田三成為原型的石潭合成便已經聯合了其他的大佬，要在會上質問胡勇是否已經叛變了太閣。學軍的故事便是從這風雨欲來的五大佬會議和帶來變數的西洋船入港開始。現在學軍更新到一半了，讓我來評價一下為什麼這部劇會如此的精彩，幾乎可以說是對日本本土的時代劇們直接降維打擊了不含任何劇透，可以放心觀看。這裡是巫女花散裡，記得先點讚訂閱哦。迪士尼家是從上個月就開始連載學軍，在日本國內也是引起了相當的討論。這部劇的質量非常的高，與傳統的好萊塢作品相比，其對日本文化的準確描繪達到了無法比擬的高度。關於這一點呢，已經有很多逐級分析的視頻進行解釋了，我不再贅述本頻道也不是那種類型的頻道。我感興趣的點是，學軍作為虛構小說劇本的劇集，其對日本文化、日本歷史的演繹，為何能遠遠超過基於真實歷史人物的日本大河劇呢？其實，即使你剛開始看學軍，就在第一集，你就會立即發現，有一些描繪是絕對不可能出現在 NHK 的大河劇中的。比如，在外國人約翰·布萊克索恩漂流到村莊時，他就親眼目睹了武士使用路上遇人不悅即可斬殺的特權。不僅是這個設定背景，鏡頭也是直接給了一個男人突然被武士斬首，血液四濺。第一集中也有描繪倉庫招待客人的鏡頭，也是直接拍了女演員赤裸上半身的鏡頭。反正是清楚地表現了我這種在家靠父母，出門還是靠父母的廢柴，活不過3集的世界。這些對於 NHK 大河劇的標準而言，都屬於無法呈現的過激鏡頭。大河劇是要在地面播頻道播放的，內容定級自然就更加的嚴格。而學軍只需要考慮 FX 頻道和 Hulu 的審核標準這屬於線上對線下的天然優勢。當然，這不是最重要的，擁有比大河劇更直接的鏡頭表達的日本時代影視作品多的是。學軍的優秀還得在內核上。由於日本孤懸海外，近代之前又先後經歷了閉關鎖國時代和言論管制時代，文化表達自然是深受這數百年的歷史的影響。無論是大河劇還是其他的日本時代劇中，都很少會去重視他國因素。學軍這部劇不僅主角是外國人，故事也是深深地融入了世界史元素。學軍的主角約翰·布萊克索恩原型是三浦岸真，劇中是一名在英國商船上工作的水手。而在劇中的日本與歐洲的貿易基本是被葡萄牙所獨佔的，葡萄牙的傳教士甚至可以出入大阪城。而且在太閣去世之後，被委以重任的五大佬中就有2位都是基督徒。從這些可以看出，劇中設定的1600年的日本受到了葡萄牙世界觀的巨大影響。然而當時的英國也在尋求與日本的貿易權，因此主角與葡萄牙的傳教士之間存在敵對關係。這種以世界史為背景的對立關係帶來了戰國劇中的新鮮感。但是其實這種設定是非常符合歷史事實的。那在我介紹日本戰國歷史背景的視頻中，也是有很大的篇幅都在講大航海時代和日本的關係。即使是到了戰國最後的大戰天草一揆中，起義軍也是不忘在邀請大名們共同起兵的同時，還邀請了歐洲諸國國王給予支持。其實1980年拍的學軍在美國播出時就已經引起了巨大討論，但是當時也是日本文化影響力的一個高峰時期。然而，無論是80年代表現日本文化的时代作品，還是現代的大河劇，恕我直言，都很少真的會去描寫日本文化，大部分都是把現代的思想浮於表面，就突出一個雖然我是在騙你們，但是你們一定要相信我呀。而這部迪士尼版的學軍，反而展現出了力求準確描繪日本的態度。
這才是真正對日本文化和歷史的尊重。劇情是在嘗試認真的讓人們理解日本的文化，不僅是表面的，而且是從真正的意義上，比如切腹的真正意義是什麼，武士的主从關係到底是什麼樣子的，這些在其他的劇中都很容易被直接用現代常識來取代的內容，在劇中卻有更準確的見解，讓觀眾們了解到了當時的日本文化。當然，有些地方也能看到迎合多樣化趨勢的信息，但是整體的舞台構架无疑是相當成功的。《Shogun》中一個明顯的特點是出現了許多翻譯場景，顯然呢，這是借用了紀錄片的拍攝手法。陪同主角並為他翻譯的駒子，也是這部劇最重要的人物之一。畢竟，如果胡勇連美人計都不用就想收服主角啊，反正我是主角的話，這麼兒戲肯定是不答應的。在這部作品中，不會外語就是不會外語，所有的事情都會受到語言的障礙，在劇情推進中並沒有設計語言外掛。而且當你作為中國觀眾會第三種語言時，就會驚喜地發現，劇中日本人所說的內容和駒子將其翻譯成英語的內容是有細微差別的，反之亦然。這不是制作上的問題，而是有意為之。駒子是在考慮了對方理解能力的情況下，有意地改变了發言的內容。他是如何修改的，以及為什麼要修改，很多地方也是表現了日本文化的，提供了一種與現有劇集不同的新穎樂趣。劇組的這種做法可能是參考了幾年前的某部韓國電影啊，電影的名字我確實忘了，但其中女主角是一位從中國偷渡到韓國的偷渡客，劇中常常借他這個外國人之口說出一些意思似乎合理卻不同於韓國人習慣表達方式的語句。當時這部電影在韓國也是因為讓人們重新思考自己的文化而受到了好評。人們常說你可以騙過某個人，卻不能騙過所有人，但我的感覺是很多時候都是可以騙過所有人，卻不能騙過某個人。就像岳不群的人設舉世聞名，但是在令狐沖身上就是總不能如願。長期被禁锢在戰國這種惡劣的環境中久了，會被馴化得更徹底更迅速。而在這名為戰國的江湖中，約翰也是在表演令狐沖的故事。Shogun的另一個有趣之處是對當時日本人價值觀和風俗的細緻描寫，不僅是在語言上，這部劇本身就是站在英國人主角的視角進行描繪的，使得影響更加的深刻。他開玩笑的對家裡人說，誰碰到胡勇大人送給我的野雞誰就死。結果家中從上到下所有人都不敢挑戰他這個家主立下的規矩，包括女主人。直到野雞腐爛發臭到無法忍受了，一位身患隐疾的傭人決定處理掉這只野雞，然後以死謝罪。這讓主角被日本人輕視生命的程度所震驚。之後的劇情中，他又不能接受日本人把剛剛過去沒多久的災難當作是沒發生過，把受害者和損失都當成是既成事實，不再追究。而駒子的回答是，生在這世間終將要死去，我們無能為力。這是非常精彩的客觀解讀日本哲學的台詞，聽起來很有日本哲学的味道，但是究其根本，它不是說生在世間終有一死，而是說生在這世間終將要死去。體現的不是日本人和英国人天生的區別，而是長期生活在高壓環境下的戰國時代的日本人們發展出了異化的生存哲學。這些內容對於《Shogun》這部劇來說並不是重要主題，但是劇中顯然是想要通過描繪胡勇和約翰的生活方式，告訴我們抗爭這種冷酷的生死觀才是生活的意義。這種現代精神輸出是建立在尊重日本歷史和日本文化的基礎上的，實在是比強行輸出正義論的大和劇們高到不知道哪裡去了。如果你想要幫助別人，就說出真相；如果你想要幫助自己，就說別人愛聽的。Shogun和一些大和劇看起來內核都是在傳播現代文明的思想，但是誰在說出真相，誰在討好某些人，觀眾們也不是瞎子。須知沒有歷史就沒有未來，歷史事件和歷史文化只有善惡之別，只有先進和落後之別，卻沒有優劣之別。選擇性忽視歷史污點，反而只會讓它多次重複發生。在這一點上，架空創作的Shogun對於歷史的客觀態度確實要比基於真實歷史人物的很多大和劇都更優秀。這樣一部主線故事引人入勝，舞台設定考究真實，表達方式直接恰當，思想內核包容先進的劇，獲得幾乎100%的好評率，可以說是理所當然嘛。希望後續故事也能繼續精彩，千萬不要到了後半段像《三體》第3部一樣吃出前面的優秀設定。都看到這兒了，別忘了點讚訂閱，我們下期再見。